你好，欢迎你。你好，可意，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挪威它是一个物价非常高的地方风景很美，但是要有代价的。所以说去旅游的话，最大的开销大概就是吃跟住。但是有一个方式可以节省很多，就是自助旅行。那自助旅行就是你事先做好功课，做好准备说晓得自己要去哪些地方去做的一些研究了以后，然后去那边当地去租部车子，可以飞到贝尔根或飞到这个奥斯陆，租一部车子，然后自己开车自助旅行。那个自助旅行的好处就是它全国各地都有很多的这个度假屋，我们或者有些人叫做民宿出租，而且是到处都有。你都可以，当你要预定也可以，不需要预定都可以找得到，那个到处都是，而且它那个价钱大概只有一般旅馆的一半的价钱，它从1房、2房、3房、4房、5房的那种度假屋都有，非常方便。而且因为他们那些度假屋几乎都是在风景点的附近，或者甚至在风景点的里面，所以你住的这地方，你觉得你已经在风景里面了，而且不必像一般大旅馆，你还要先到这个大城市去，然后要去参观哪个景点，要开好长段路到这个景点去，浪费很多时间。那住这个民宿的话，好处就是它便宜，而且在风景点里面，而且更好的，它有厨房，它都有几乎90%都有厨房，你可以自己这个准备3餐，省很多钱，而且很好玩。它24小时都是白天，所以时常我们到那边时候，大人有些时候到那边在这边准备这个午餐或晚餐，那小孩子在外面那玩得很高兴，因为都是白天嘛，而且它这个风景都非常的漂亮。所以你说住在这个 cabin 的地方，旅馆几乎一半的价钱，怎么样搜寻呢？如果去搜寻的话，我想应该你就打这个挪威打它的 cabin rental， 应该都可以找到。而且甚至像我不晓得这几年有没有改变但是以前我在北欧的时候，每一次到挪威去玩，我从来没订过，从来没去那个 reserve 过，这么厉害，都是到哪边就随处都有，而且不但有我还可以就是去挑这个地方漂不漂亮，我喜不喜欢，我还可以挑。通常我都是说，开车开的大概觉得快要休息，应该要休息了，我就会赶快开始提前1个小时就开始沿路注意，说它都有牌子，它在公路这个路上它都有牌子说下面有什么地方有这个民宿所以我们不用紧张，是不是？不用紧张。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要慎重起见，就是事先去订也是很好的，我想应该都可以，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但是唯一就是你要自己带那个床单，因为它不供应床单，枕头这个套子你要带，因为它基本上它会供应你棉被，但是这个床单你要自己带。了解。对。那基本的那些盥洗用品都带着嘛，就对了。对，基本的盥洗用，它有浴室，它有厨房，都就像家庭一样。很棒。对。而且我觉得有个很好的，就是因为你是说24小时天都是亮的，对，所以你不用担心。像有的时候我们去旅行，天黑了该怎么办？反正它也是亮，对不对？它反正它最好的好处就是24小时天都是亮的。万一最坏的情况，你真的找不到地方住，你就是住在车子上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还是觉得那是白天，觉得很安全的感觉，还觉得很安全的感觉。而且这挪威斯基本上它的治安都很好。对，就那3个月大家就是尽量玩到饱，对不对？对，就是接下来都不能玩了。但是每1分钟你都可以利用来玩，对，都非常好。那我想听刚才处长你有说，就是它的峡湾非常漂亮。那你看，就让我想到台湾的这个9湾18馆很有名，可是跟那边比起来呢？那边的那个路况更惊险。那边的路况就是因为它是峡湾地形嘛，都是高山峻岭，然后瀑布、青山绿水、峡湾，然后到处都是这种风景。然后那些公路因为挪威它的高速公路很少，它全国大部分的公路都是去一条线，去一个 lane， 回来一个 lane， 那种9转18弯的，一边是这个峭壁，另外一边就是非常深的这个峡湾，开起来有点恐怖吗？对，那个景象是非常漂亮，那景象非常漂亮，但是也就是如果说要去那边要自助旅行，要自己开车，一定要先确定您的这个开车技术要够熟练够好，是有一点那个惊险的，因为到处都是这弯弯曲曲的这个山路要比较小心点。而且在挪威他一般人他不开自动排挡的车，都是开手排挡的车，所以所以你要去那边那个租车旅游的话，一定要先 make sure
你要跟他叮咛说你要的是自动排档的车，否则他给你的一定是手排档车，到时候你就会很痛苦了，不晓得要怎么开了。真的，那还好，我还会开手排，怀念哦，好久没开手排档的车，来美国这么多年，现在都开自排了。对，但在这边你开手排的话就很惊险，因为这个群山峻里面钻来钻去然后一般要忙着去换那个档好忙对不对？很忙，对。就是10月以后你不建议走那边，对不对？10月以后就不要走那边，冬天那边太危险了，因为冬天那边因为冬天它道路会结冰，而且会下大雪，常常路会断掉。冬天真的是太危险了，因为冬天在这种弯弯曲曲的那种山间道路开下面又是峡湾那么深的，一个不小心滑出去，那个就很危险。所以那边我是觉得冬天千万不要自己开车去那个。那夏天很好，夏天你可以24小时，你只要体力够，你可以24小时一直开。对，那处长这么多这样一路往北，你不是说越往北越漂亮？你觉得你已经去了这么多次，哪一个地方最漂亮呢？像那当贝尔根是一个大城市，很漂亮的一个大城市啊。往北走，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漂亮，都有它的特点。有这个有一个世界最大的漩涡，海里面的漩涡，贝尔根往北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从上面往下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意思吗？对，你到这边就可以到这个景点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那个海的漩涡。对，因为它是那个洋流的交汇，所以说它形成一个大的那个漩涡。另外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它最北边有个景点叫做 North Cape。North Cape 叫做北角，中文叫做北角。那个 North Cape 呢，就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最北端的顶点，因为再出去就是白令海峡了。那个地方那个景点，因为它这个视野非常的雄壮，因为从那个地方看去的那片海域，就是当初24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海战的一个区域。因为那时候24世界大战的时候，盟军那个英美的盟军要支援这个苏联的船队会经过的地区到俄国去。那德国的潜艇还有舰队就等在那个地方要把他们击沉，所以那边发生了很多的海战，有很多的一些船在那边被击沉了。所以当这个天气好的时候，你站在北角的时候，哇，看出去一望无际，那感觉很特殊。是，所以那边有很多沉船，是跟就是说，但是海底你看不到，看不见。那这边就是一路上来，大概给我们一个概念，大概要开车开多久？如果你说从贝尔根对不对？因为算是中南部嘛，对不对？从这样一路上来，大概花多久的时间可以到这个 North Cape？ 对不对？通常就是当然要看你中间要不要休息停，因为它就是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漂亮，那就看你自己要停多少个点。然后中间你要休息多少次？因为中间还有一个要计算进去，因为挪威它地形很破碎，到处都被峡湾被这个峡湾切割它那个路不是说它一直通的，它例如说像某1号公路，它通的一个地方前面没有路了，就是一条大的峡湾，然后你必须要在那个地方的峡湾那个边呢要搭上那个渡轮，连人带车一起上个渡轮，然后渡过峡湾到另外一头，又是这个公路的。再接续这个公路，再往前开，然后再开一段时间，又碰到一条峡湾，你又要去搭那个渡轮。所以说到挪威去自助旅行的自助开车的话，一定也要去了解，事先要做功课，晓得说那个大概中间哪一号公路中间它会经过几个峡湾，那个峡湾的地方那个地方因为你要搭上船，它的船不是每一个小时都有的，它可能一天只有3班、4班或5班。那个错过的时间就没有了，它就不开了，你就必须要等到第2天了。那所以中间都要去算它而且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他们那个渡轮的这个表，然后你就要去掌握这个时间。因为挪威它这个地形太破碎了，所以说它几乎公路上到处都是隧道，全世界最长的隧道就在挪威。它那个隧道长到它这个又太长了，所以在隧道的中间它有个人造天空。就是一个人造天空，就是因为你在里面开车开太久了。要多久啊？我记得那时候从那个隧道头开过去，隧道尾，但好像开了20-30分钟，20-30分钟很长的一个隧道，所以说中间还有个人造天空，然后你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它让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外面这个蓝天是什么样子。真的很久开20几分钟的这个隧道。对，而且是还蛮快的速度开的。所以处长，那如果我们这样一路玩3-4天够吗？最少1个礼拜吧。像我平常如果去的话，16天、17天。对，因为那边太迷人了，因为好玩的地方太多了。你那么辛苦的跑到那边一趟如果
你这个时间不够，要舍弃很多地方，太可惜了。哇，真的非常棒！所以一天之中，它这个气候是不是可以经过什么春夏秋冬？一天可以感觉到4种节气。对，因为它那边都是那个高山峻岭啊，所以说夏天的话，它平均的温度大概就是18到20度，摄氏18到20度。你可以穿着就夏天的衣服，但是到了这高山地区的时候，上面还是积雪。所以那边又感觉有点像到了冬天那种感觉。是，所以开车最好的身上放了很多衣服，很多夹克。就是要备一点那个，就是那个御寒的，要夹克要备个1、2件的。非常谢谢处长跟我们今天做这么精辟的分析，完全是从那种自助旅行的角度来跟我们介绍这个挪威如何去玩。再次感谢处长做客读玩玩家。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